嗨，我是凯莉。今天的影片有特别来宾啦，同样也是画鬼故事的鸟人。喜欢鬼故事的也不要错过他的频道哦。今天就请鸟人来当我们的主角咯。那么故事开始咯。这是前阵子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公司是负责承办法拍屋业务的。最近负责业务的人突然不来上班，他做到一半的工作就落到了我的头上。老实说，我们公司是被一些有门路的人拜托来处理这些事故物件，来源或手段也不是多干净，像这样做一半就跑掉的其实很常发生，所以我也不是很在意啦。我带着之前负责的人所留下的调查资料，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到了这个鸟不生蛋的乡下地方。不过这一份调查资料上面的笔记脏兮兮的。这间房子似乎非常的古老吧？这房子看起来也太老旧了吧。不论是墙或是地板，不是破破烂烂的，就是早已经皲裂。潮湿的味道让我的心情荡到谷底。不过总归是工作呀，只能打起精神开始调查测量房子。约过了1个小时左右吧，我从窗外看到院子里有一个小孩面向我这里，蹲在地上不知道在玩什么。看着看着，我突然觉得有点说不上来的怪，该说是那个人没有生气呢，还是说他一动也不动，让我乍看之下还以为只是个人偶。总不可能有蹲着的人偶这种东西吧，至少我没听过啦。可是他又让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人。怎么会有小孩子这样的随便跑来人家家里玩啊？处在这种偏僻到不行的乡下，四周又安静到不行，老实说我有点怕怕的。从这间房子的腐坏程度来看，似乎有3年没有人住过了吧。就算被当成小孩子玩的地方，好像也不太意外。反正这是别人的房子，又不是我的。之后过了一阵子，没啥特别的事情发生，我就继续制作房子的记录。我在之前负责的人留下的笔记一角中，看到了一句话：厨房怪怪的。厨房怪怪的是怎样？在他的笔记里写下的几乎都是数字，都是房屋内各处的尺寸，而留下这句话就显得很突兀。我有点在意，于是便走去厨房看了一看。厨房除了地板很潮湿以外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我在厨房对面的房间深处看到了一面全身镜，那面镜子稍微映出了一个小孩的样子。虽然房内很黑看不清楚，但我可以确定是刚刚那个孩子。原来他跑进来了啊！那个小鬼还真是令人感到不舒服啊！不仅完全没发出声音，四周又静得可怕，再加上都要被这间老房子独特的味道给熏昏了，我的感觉越来越不舒服。偏偏呢，这个时候我自己又想起了座夫童子的存在。这时的我早已经没有去靠近那小鬼的勇气，所以决定改去调查隔壁的浴室。说实话，我其实是逃往浴室，至少是成功逃离了吧。进了浴室，我才发现这里腐朽的程度又更加的惊人。大概是发霉的关系吧，这股像是焦臭味的味道几乎把我给呛昏。我可没办法长时间待在这里面啊。看了下笔记，好在浴室几乎都测量好了，但在数字的下方写了一句：浴室很可怕。若是在平常的话，我大概会认为这是在说什么，但现在的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。笔记的笔记跟前面比起来越来越潦草，像是身体在发抖时所写的，越到后面几乎都看不懂了。这时候我开始想，之前负责的人不来上班的原因是什么？生病吗？在我努力回想的时候，我不经意地看了下四周，印象中应该是开启状态的浴室门，现在却被关起来了，而且门上的毛玻璃清楚地映着一个人影。是刚刚那孩子吗？在我思考的同时，那毛玻璃上的人影突然开始以很夸张的姿势动了起来，有点像是在热舞的感觉吧。头上下左右的摆动，手脚来回的拍打，身体不断的扭动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连踏在地板上的声音都没听到，一切的寂静，只有眼前那不断扭动的人影。这时我早就腿软，根本就跑不动，手也不断的在颤抖。那根本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动作，
应该说那根本就不是人类该有的动作才对啊。可是就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我也不敢去开门。这时候我的视线落在一个能够逃出去的小窗户，把开关一般就能往前推开的那种窗户。不过推出去的角度有限，这样我能挤得出去吗？在烦恼的同时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把笔记翻出来看。我想看看笔记里会不会写了什么应对方法，不过几乎还是都看不懂，除了最后一行，没有脸。谁没有脸？这是在说谁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窗户隐隐约约的反射一个小孩的样子，我明白了，大概他就站在我的背后吧。到底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啊？这个小鬼还是一样的完全不发出声音啊！天啊，逃不掉了！我一咬牙，决定豁出去，猛一回身，没有任何人的存在。我崩溃似的逃出那间房子，回到公司后我才注意到，这个笔记是3年前所写的。于是我将这件事情说给把房子丢给我处理的上司听。真奇怪，这东西不是早就处理掉了吗？我拉住丢下这句话就准备要离开了上司，并问个清楚。据说那间鬼屋有个脸被压到不成形的小鬼，而当时负责的人就把这件事情写进了资料里，并交给了委托人，结果被对方一句我才不要这种玩意儿给退了回来。那间房子似乎就是这样的棘手。在我将原本的调查资料重新复写过后，的确是看到上面写有没有脸，于是很可怕之类的字句。这个行业待久了，就是会接到这样的鬼屋。在确认真的有闹鬼的情形后，会在资料的备注栏以委婉的方式注明，似乎已经是业界的默契。我另外去找了些鬼屋的物件资料来看，原来如此，真的都有注明耶。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？我问了问上司，上司只说反正没被附身就好啦。对了，那时候负责的人是我。我听完上司这样说，我一脸茫然。原来上司在3年前去调查，发现是鬼屋，客户不要了之后，上司就把资料给处理掉了。但不知道为何阴错阳差的又到了我的手上。我该庆幸的是我没被附身呢，还是恐慌着这莫名出现的房屋资料呢？故事结束咯。嗨，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我其实很喜欢凶宅的故事，可是都没有太多的房仲朋友投稿。而且呢，我超佩服房仲朋友一个人去查看房子的勇气。如果是我，大概会觉得很害怕，打开门之前可能还要深呼吸好几口气。大家呢，有曾经看房子的时候遇过诡异的事吗？我看过好几间房子，只有遇过有死掉的小强，还没遇过可怕的事情。如果有的话，欢迎留言跟我说说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每周六晚上8点半上新片哟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呢。